近年网络上很流行一个词汇叫做哥布林，很多人会用这个词来自嘲，觉得自己长得不出众，在面对异性时容易感到自卑跟焦虑，甚至有些人开始出现基因躺平论，认为反正自己没抽到基因乐透，所以一切都 over 了。这种渴望异性关注的需求，在欧美的男性外貌协会网络社群上形成了一个爆红的信仰，叫做 Look Maxing。因此，网络上开始出现各种千奇百怪，甚至可以说走火入魔的变脸偏方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要用最严谨的医学实证角度，告诉你哪一些才是真正有效、CP 值爆表的科学健脸法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两个网络上很红，但成功率接近于零的做法。第一个是碎骨健脸法，他们的拥护者搬出医学上听起来很厉害的沃尔夫定律。沃尔夫定律是指骨头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会变得更强壮，所以这些网友就异想天开，觉得只要拿铁锤去敲自己的颧骨或下颚，把骨头敲出微小的骨裂，等它愈合后，骨骼就会变得更突出、更立体，脸型就会像雕像一样好看。这根本是大错特错的致命迷思。沃尔夫定律讲的压力是持续而微小的压力，就像你去健身房举重，骨头承受重量久了，骨头密度会慢慢增加。但你拿东西去敲击脸部，这在医学上叫做钝器创伤。你的脸部骨骼非常精密，而且相对脆弱，用外力去敲打骨头，绝对不会乖乖成长成你想要的男神女神立体形状，它只会产生不可控的微小骨折，甚至导致骨头位移。这种反复的暴力破坏还会引发脑震荡，而且如果不小心伤到颜面神经，还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脸部表情僵硬。另一个做法是上颚拇指扩弓法，意思是把大拇指伸进嘴巴里，抵住上颚内侧，然后用力往上推。网红们宣称这可以把狭窄的上颚骨推开，让脸型变宽变好看。这听起来实在是太天才了。我们的大统领真是个天才。我们成年后，上颚的骨缝早就已经愈合完毕，用大拇指那点微弱的力量去推，骨头根本动都不会动。如果你真的感觉有哦，好像推动了什么，你被推动的其实是牙齿，这跟牙齿矫正时只把牙齿推宽的假扩弓是一样的意思。如果你想知道真扩弓和假扩弓有什么不同，你可以看这一支影片。如果你长期这样搞，骨头完全不会变宽，反而会造成牙齿的移动，最后引发严重的咬合不正。所以不管是碎骨法或者是拇指扩弓法，都是100%的智商税，你连试都不要去试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比较没有那么自残，但是一样无法带来升级的 C 型危险区。你可能有看过一些国外网红，嘴巴里咬着奇怪的橡胶球在锻炼咀嚼肌，他们称为下颚线重训。这个方法是目前网络上超级红，也是许多男生跃跃欲试的手段。他们会告诉你，下颚线是帅气的象征，要不停的锻炼。但是从牙医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陷阱。有人会问，马医师，你不是说咀嚼可以预防失智，增加大脑抗氧化物质吗？那我咬这种橡胶球不就刚好？这就是最危险的一知半解误区，因为魔鬼是藏在细节里。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，你就会知道单凭咀嚼口香糖是没有办法刺激谷胱甘肽分泌的。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硬度门槛，必须要咬像是胡萝卜、坚果这种坚硬的食物，才可能会有效果。此外，网红们咬的橡胶球太大了，容易让颞颌关节受伤，而且会导致门牙的松动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提一个重要的名词，叫做下颌角，这就是你下巴转折的角度。比起西方人，东方人通常有比较钝的下颌角，而亚洲人的颅眼骨骼结构天生又比较扁平。因此，如果东方人用这种方式锻炼咀嚼肌，你的咀嚼肌就容易变横向发展，结果就是下颌角会变得越来越接近直角。从正面看，你的脸就会直接变宽，变成标准的本垒版国字脸。想知道关于国字脸的人，也可以看这一支影片。你还听过什么奇怪的变帅偏方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接下来，我们终于要来揭晓免费又实用的 S 级神招了。我们之前提过的 Mewing 是最多网红分享的方法，它的核心是平时的休息舌位，也就是你平常舌头怎么放。舌头是一块非常强壮而且体积庞大的肌肉群。当你的舌头没有贴紧上颚，下巴底下的软组织就会下垂，即使你很瘦，双下巴还是会跑出来，下颚线也会完全消失。正确的休息舌位是你的舌头要能够随时保持贴在上颚。关于要怎么样做正确的 Mewing， 你可以帮我看这支影片。记得一个重点，如果你在做 Mewing 的时候有任何一个步骤需要刻意出力，那你就可能做错了，或者是你有结构上的限制，
导致你根本做不到。常见 mewing 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种：第一，嘴唇闭起来的时候，下巴的皮肤就出现了酸梅，这叫做 Mantalis strain， 这表示你嘴唇有闭合不全的问题。第二，如果发现舌背无法整片贴紧上颚，那你很可能有舌系带过短的状况。第三，做的时候发现吞口水很困难，或是会被口水呛到，或者是吞口水时你的舌头无法吸住上颚，这表示你可能有吞咽方面的问题。第四，如果你平常就会鼻塞，而且你无法维持鼻呼吸超过3分钟以上，你嘴巴就会开了，那么以上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。以上的状况，如果你有其中一项，请尽快找专业的医疗人员协助。虽然网络上把 mewing 捧成不用花钱的整容仙丹，但身为医生，我还是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：对于骨架早就定型的成年人，练习 mewing 能够真正改变的，只局限在收紧你的下巴线条。最后一个 S 级神招叫做口腔肌功能训练，它是针对口腔、舌头以及脸部肌肉的重量训练，目的是强化口腔与咽喉部肌肉的力量，让呼吸在睡眠中保持通畅。这类的训练跟 mewing 的休息舌位是不一样的概念。根据研究，每天进行大约8到10分钟的口腔肌运动，就可以显著降低打鼾与睡眠呼吸中止症。你可以每天做以下5种练习，每种动作计时8到10分钟。1. 舌头伏地挺身，嘴巴张到最大，将整个舌头用力向上顶上颚，并维持数秒钟。如果你的嘴巴在顶的过程中就闭起来了，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舌系带。第二，发音练习，大声的发出 r e u a o。5个母音，每次持续10秒，重复多次，这可以锻炼你的软腭跟咽喉部肌肉。第三，卷舌运动，嘴巴张到最大，将舌头向后卷起，顶住你的软腭，并在口腔内前后滑动。如果你的嘴巴在过程中就闭起来了，一样要检查一下你的舌系带。第四，舌头绕圈圈，嘴巴紧闭，舌头在牙齿与嘴唇之间顺时针、逆时针各绕10圈。第五，冲浪舌运动，抬头向上，舌头伸出来，好像要碰到天花板一样，重复多次，每次维持10秒。如果很懒得自己练，我们也有口腔重训机可以协助你。像这位帅气的药师，他的体脂很低，但是有双下巴。开始使用口腔重训机3个月后，他的下颚线条就慢慢的出现了，整体的轮廓也变得更为利落。变好看、追求颜值的最大化是大家努力的目标，但不能靠自残和自虐来达成。你有试过什么样的变脸偏方？你觉得超级有效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请有兴趣的观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